大家好，我是元猫。当下全球对委内瑞拉的讨论热度不减，焦点依旧集中在特朗普、马杜罗以及石油政治等话题上。然而，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却另辟蹊径，将视角投向了当地的华侨群体。人们习惯从宏观政治和经济角度剖析这个国家，却常常忽略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几十万华侨。在媒体镜头难以触及之处，他们构建起了一个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现实世界。在外界眼中，委内瑞拉充斥着崩塌、危机、通胀、失控等负面标签，但华侨们却在这里找到了比国内更强烈的安全感和更丰厚的经济收益。许多从国内来到委内瑞拉的华人表示，尽管当地存在治安状况不佳、经济衰退、政治局势波动等问题，但他们在这里所获得的确定性，恰恰是在原本生活环境中难以寻觅的。这并非个别现象，也不是经过美化的励志故事，而是100年来中国侨乡的生存之道。当别人看到危险时，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到机会；当别人急于逃离时，他们凭借坚韧的韧性、辛勤的劳作以及同乡互助，构建起了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态系统。要深入理解这种独特的力量，我们就不得不回溯这条绵延了1个多世纪的迁徙脉络。委内瑞拉的华人群体主要来自广东省恩平，和很多其他侨乡一样，广东恩平7山1水2分田，土地贫瘠。清末民初，他们就开启了持续不断的移民历程。彼时正值拉美废止黑奴贸易，委内瑞拉的种植园、铁路与矿山急需劳动力。第一批恩平人以契约华工身份漂洋过海，历经数月到达南美，干的都是砍甘蔗、挖矿、挖煤的重活，同时为族群的扎根埋下伏笔。1950年代，拉美放宽移民政策，恩平人顺着东南亚加勒比海侨路批量涌入。初到委内瑞拉时，他们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且缺乏必要的资源。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们只能依靠3把刀、菜刀、剪刀、剃刀，开启了在异国他乡的谋生之旅。他们开办小餐馆以养活家人，从事裁缝工作维持生计，或是以理发手艺勉强糊口。还有一些人前往矿场和农场，从事最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底层艰难打拼。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和面临的风险是今天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和所有侨乡一样，他们抱团取暖，互帮互助。80年代起，亲戚带亲戚，同乡拉同乡的连锁迁移模式走向鼎盛。当一个人在国外站稳脚跟后，便会将弟弟妹妹接来，弟弟妹妹又会陆续接来堂兄表弟，亲戚朋友再带动邻居相亲。一张飞往委内瑞拉的机票成了恩平年轻人的成人礼。30年间，新移民达15万人。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资金、经验以及行业信息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华人网络。只要你会说恩平话，只要你是同乡，你就不会被视为真正的外地人。自己人的身份能为你提供寻找工作、解决住宿问题以及获得同行指引的宝贵资源。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却缺乏资金，乡亲们会自发地凑份子给予支持。如果你需要进货，华人内部自建的供应链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如果你对当地的账务操作感到困惑，也会有人手把手地教你。恩平是广东省江门市代管的县级市，截至2024年末，恩平户籍人口50.29万人，常住人口约48.4万人。然而，旅居各地的海外侨胞高达62.77万人，其中旅居委内瑞拉的恩平华侨约20万人。1950年到1980年是委内瑞拉石油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国家也曾经富过，而且富得惊人。50年代的委内瑞拉人均 GDP 仅次于美国，瑞士是日本的4倍。然而，当地的零售业和基础服务业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而华侨们恰好填补了这些市场空缺。最早一批恩平移民从经营杂货铺、五金店、小餐馆起步，很快便将业务拓展到批发、物流、仓储等领域，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连锁超市。他们从最初的体力劳动者逐步转变为小老板，最终成长为掌握供应链和资本积累的经营者。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代人持续稳定投入、共同努力打造的成果。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始终坚守团结和互助的传统。先来的人悉心带领后到的人，熟悉情况的人热情帮助不熟悉的人，出资的人积极扶持年轻人。众所周知，2000年以后，委内瑞拉因为政局动荡、石油国有化和美国的关系破裂，遭受经济制裁。2014年的经济危机中，货币大幅贬值，众多店铺纷纷倒闭，很多华人也离开了委内瑞拉。但是留下来的华人社区内部却抓住了这一机遇，低价接手超市，
农场垄断了35%的全国零售业。通过集体积累、集体投资和集体风险分摊，他们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不断扩大商业版图。华人超市从3000家增至8000家，70%由恩平人经营。在首都加拉斯加有一些恩平村，在这里，街道路牌、店铺招牌、诊所牌子都用中文书写，按照家乡的习俗庆祝节日，甚至在菜市场里都能买到家乡的辣味儿。华侨们将一个微缩版的恩平，原汁原味地复制到了委内瑞拉。文化、语言、习惯、食物和教育都得以延续。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社区在危机时期成为了坚固的保护伞。当有人遭遇货物丢失、店铺被洗劫、生病住院，或是受到当地官僚刁难等问题时，同乡会会立即启动互助机制，筹集资金、联系律师、协调各种资源。在一个政治体系不稳定、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公共服务难以保障的国度里，恩平人用自建的体系替代了并不可靠的官方系统。委内瑞拉除了石油产业，几乎没有其他支柱性产业，制造业发展薄弱，大量生活物资依赖进口。因此，只要能够提供稳定的供应链和持续的经营能力，商机就会始终存在。华侨们最为擅长的正是这种小而稳、小而散的生意模式。杂货店、餐馆、五金店、手机维修店、物流配送以及零售等行业，本地人往往嫌弃辛苦，收入不稳定而不愿涉足。但华侨们不仅愿意从事这些行业，而且愿意长期坚持下去。当当地货币大幅贬值时，他们还迅速实现了民间美元化，采用美元进货、美元定价、美元结算的方式，有效地规避了货币崩溃带来的风险。对于本地人来说，经济危机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对于华侨们来说，只要能够维持良好的供应链和组织结构，危机反而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腾挪空间。在异国他乡，华侨们关注的并非谁担任总统，而是政策是否具有可预期性，治安状况是否可控，税负是否稳定，以及经营规则是否清晰明确。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能够持续开展业务的环境。正是由于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混乱，导致大量本地人放弃经营，甚至离开委内瑞拉，而留下来的华侨群体反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当别人纷纷逃离时，他们选择留下；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他们保持冷静；当别人退出市场时，他们果断接盘。在危机中保持耐心、稳定和强大的执行力，成为了这个群体最为核心的竞争力。许多受访的华侨青年坦言，他们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业市场内卷严重，行业发展萎缩，房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不断攀升。普通人在高度竞争的城市中很难找到稳定的未来。在国内，机会往往向头部企业和个人聚集，资源向中心城市倾斜；而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只要你愿意吃苦耐劳，愿意从事别人不愿意做的行业，哪怕学历不高，只要勤快、踏实、沉稳，生活就会变得可预期。当在国内看不到希望时，委内瑞拉反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活的出口。需要提醒的是，海外华人群体并不单一，甚至鱼龙混杂，我们也要避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华人群体中，留学生、新移民和技术移民与传统华侨甚至偷渡客各自的轨迹存在着很大差异。很多人并不具备同乡互助的体系，他们所选择的发展路线、面临的环境以及掌握的资源都截然不同。因此，委内瑞拉的恩平人并不能作为普遍的模板进行推广，但它确实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但很多人仍然被固定思维所束缚，总是认为必须坚守在一个地方，沿着一条轨道，遵循别人眼中稳定的路径前行。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越是稳定的大环境，留给普通人的机会反而越少；越是动荡的地方，却越有可能存在尚未被挖掘的生存空间。这并不是鼓励人们盲目出国，也不是宣扬冒险主义，而是强调一种思维方式：当你被某种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时，要意识到世界如此广阔，还有很多你从未考虑过的可能性。人挪活，树挪死，这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条被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所验证的规律。有些人通过跨城市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些人在不同行业中寻找机会，有些人改变生活方式以逃离内卷的困境。每一种移动都有可能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只有敢于移动，才会拥有更多的选择；只有拥有选择的权利，才会找到生存的出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点赞、评论、关注，我们下期再见。